前这个浑身腱子肉的男人叫塞班，曾经是地下黑拳市场的格斗冠军。虽然在黑拳擂台打死对手是常有的事儿，但长此以往呢，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不安。为了不违背本心，塞班选择了金盆洗手。也正是因为他的隐退，触及到了黑拳主办方白毛叔的利益。为了让塞班重返擂台，白毛叔派出了各路高手前来抓捕。火车上，一名小卡拉用枪抵住了塞班的后背，塞班一脸的淡定，让他小巴子脸，身后光头卡拉手持60公斤的斧头，朝塞班侧身赶来支援的小卡拉，咔啦一记响钢，身后的墨镜卡拉推动杀猪刀，刀攻击，背后光头塞班紧接着爆出来一刀，咔啦一记刀攻击。一个后头，迅速上前，抓住小卡拉的手腕，搂在小卡拉，小卡拉原地翻转两下，小卡拉咔一脚踢在斧头，想到多攻击，快速拔对对方的鸡巴，手中的石头鬼哭狼嚎冲上前，大爷提起手中的墨镜卡拉，去死去吧你！干完这2个小卡拉，塞班转过头，一个短发美女出现在门口，寻思这次要上美人计了，两人缓缓靠近，短发妹率先打住攻击，挥动右臂，打住攻击，甩开手臂，打住攻击，一记大脚，两人拉开距离，短发妹再次短发妹借机逃到了隔壁车厢，塞班跟了过来，短发妹朝塞班轻松又是一记香港脚，热身结束，塞班脱下身上的西装外套，他也不准备怜香惜玉，短发妹发动打住攻击，又是一脚，看着对方这么轻松，短发妹撑不住气了，塞班反应过来，短发妹的老卡拉接着对着短发妹的脸蛋，短发妹当场吃不上4个菜。塞班的行为彻底惹恼了黑拳市场的大佬，他勾结泰国的佛伯勒，直接给他来了个电疗，再次醒来已经在泰国的监狱里了。白毛叔亲自出面劝说塞班重返地下黑拳擂台，否则这辈子就烂在监狱里。然而塞班当场拒绝了他，表示自己绝不会重返擂台。白毛叔做出了让步，要求塞班同自己的手下狗屎干一架，不论是输是赢的都可以还他自由。塞班依旧没有答应他的条件，白毛叔拿他没辙，只好重新把他关进监狱。塞班心里明白，白毛叔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蹭他的流量，用他的名气来打造一棵新的摇钱树，从而从黑拳市场谋取更大的利益。无论如何呢，他都难逃一死。为了让塞班妥协，白毛叔安排监狱里的犯人每天都要好好招待塞班。好在监狱里的这些小卡拉都不是他的对手。今天又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卡拉前来挑衅，耍了几招双截棍就觉得自己是李小龙了。塞班一脸的不屑，嘎啦就是2下子，紧接着侧身，又是一记香港脚。塞班走上前，又是一脚丫子，小卡拉倒地不起。巨大的动静影响到了角落里的老黑，他愤怒的站了起来，老黑瞬间嘎啦就是一记电炮。塞班疼得捂住了小辛巴，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你个老东西，我又不是故意的。殊不知他惹恼的正是拳王泰森。塞班挥起杀锅刀，嘎啦2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塞班小碎步上前挥动泰森俯身轻松一拳治好了腰椎间的位置，挥动左拳，又是一炮，把塞班后槽牙一记对方击击，塞班逮住机会，一记香港脚。面对泰森的步步紧逼，塞班连后退，突然原地起跳，对着身后的管道，就是一脚，泰森蹲身躲过，愤怒的他一拳扑了上去，塞班两手紧紧，两人开始贴身对战，泰森一记电炮的招呼过去，塞班侧身就是一记臭脚丫子，这一脚下去，泰森都被推出去2里地。塞班顿时又有了王者般的自信，他推开一旁的小卡拉，塞班率先发起进攻，老虎剑就是一记大褂子，起码反过身来的塞班随即摆好架，紧接着原地泰森快速出拳，嘎啦一记电炮子打在地上推开对方，小塞班有点招架不住，泰森使出对着塞班展开致命一击，窜天炮炮子，眼前的台柱被锤了个稀巴烂，塞班下巴都惊掉了，这个老黑头到底是个什么来历？泰森则一脸淡定的喝起了水，随后塞班发起战斗邀请 ，Come on baby， 塞班快速冲到跟前，一把跳到泰森拉住对方的脚脖子，蓄力往桌子上扔去，伴随着一阵惨叫声，塞班从饭桌滚落到地面，笑样还想跟我斗？这时狱警及时赶到，两人双双被拉进了刑房，塞班被打了个嗷嗷直叫，一旁的泰森却面不改色，一声惨叫过后，塞班晕了过去。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人在一场大战之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没想到的是，泰森也是因为接受不了黑拳比赛，被人所害关到了这里，于是两人达成共识，一同抵抗地下黑拳势力。另一边呢，塞班的妻子都没发现塞班失踪后，联系上了当地的佛伯勒，没想到这群黑警却将消息透露给了白毛叔，白毛叔立即派人绑架了冬梅。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塞班不得不答应白毛叔的条件，为了提升战斗力，塞班邀请了师傅帽子哥亲自出马，对面狗屎这样的力量型选手，帽子哥制定了系统的训练方案，同时泰森也亲自锻炼他的拳击技巧，用足球来训练塞班的反应能力，让他和300斤的壮汉对打，一脚就被壮汉干翻，甚至请来了少林寺的18罗汉传授踹尼斯康夫，另外还有体能上的训练。终于在长达749天的训练后，塞班的实力突飞猛进，可以轻松避开扔来的足球，一拳干翻300斤的大汉，甚至一炮子打碎水泥砖头。即便如此，师傅帽子哥依旧忧心忡忡，因为对手狗屎过于强大，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他想了一个馊主意，事先营救出冬梅，这样他就不用送人头了。巧的是，塞班发现了绑架妻子的纹身男，几人一路跟随到了地下拳击场，为了制造点混乱，塞班小试牛刀了一把，走到跟前，直接把小卡拉后槽牙打掉2颗。小老弟有点意思啊！随即两人摆好架势，塞班率先开始进攻，对着小卡拉一个肘击，小卡拉又是一个锤子，连攻前起一个大下长腿，打懵逼塞班两掌柜，随后握紧双拳，旋转3660，再来一脚，直接把小卡拉干跪了。塞班决定迅速结束战斗，对着小卡拉一顿输出，最终在周围人的欢呼声中，塞班轻松赢下了本场比赛。随后几人趁乱带走了纹身男，通过严刑逼供，塞班知道了妻子的所在位置。然而白毛叔早有准备，两人被团团的围住，塞班非但没有救出妻子，反而连累妻子身受重伤。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塞班发誓要为妻子报仇。两人之间的生死对决即将开始，一边是曾经打倒无数对手的格斗王者，一边则是一拳可以干翻一头牛的赛场狂人。家人们，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台下的吃瓜群众们开始纷纷下注。师傅帽子哥告诉塞班，要抓住对方的弱点，法术
致命一击。随着催命锣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狗屎如同野兽般冲了过来，塞班瘦小的身板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狗屎一脸得意，慢悠悠地走过去，对着地上的塞班，嘎巴就是一记重拳突击。塞班凭借着灵活的身体和身手，这一脚就跟挠痒痒似的，再出塞班倒在地下，翻过头来，给你一炮推动右半迅速啪啪就是一脚高攻击，反手再给你一炮，2公斤的后退一个狗屎笨拙高攻击，塞班原地敲了洗，啪就是一记窜天火炮。看着依旧安然无恙的塞班瞪大了卡夫兰大眼睛，浑身旋转两周，冲脑袋就是一顿连环脚。台下吃瓜群众热情高涨，塞班见状，我操！这是一记大棒子，野兽一般的男人。塞班感受到了力量，再次高攻击，反手给你一炮子，高攻击，抬起手上你就没了狗脚，两记一个高抬腿，紧接着蓄力发反应过来的狗屎，好多对方的击单手用力将他举过头顶。瓜娃子，我让你得瑟！呱嗒一声，塞班被甩飞2里地。狗屎看着宛如丧家之犬一般的塞班，这就是一记地扫腿没起招，看着步步紧逼，塞班冲上去，嘎啦接着，瞅准时候就是凌空一掌，一把薅住塞班面向观众。家人们，观众走一半啊！塞班咕哧一个高抬腿，愤怒的狗屎一个就嘎啦过来，野驴后踢，狗屎小宇宙爆发，一手钳制住对方的手，紧接着咕哧一记重拳，哈喇子都给甩出来了，脑瓜子一记又过去，塞班口吐鲜血，差点溅了太奶。台下帽子哥一脸的担忧，塞班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一旁的狗屎如野牛般冲到跟前，塞班旋转3680度后，呱嗒倒地，狗屎走到跟前，用脚丫子挑衅着地上的塞班。此时的塞班被揍得只剩下半条命，狗屎享受着人群的欢呼。就在这时，锣声响起，第1回合结束，塞班成功捡回一条狗命。回到场外，塞班的妻子来到了现场，看到妻子安然无恙，两人亲热了一番后，塞班感觉自己又醒了。第2回合开始，狗屎挥动手中的大攻击，旋转2周一刀，快速打着推着香港脚，刚开始就被打趴下，狗屎一脚踢开小刀，双手举起利刃，1米8高，大长腿脚丫子，随后从地上站了起来，手起刀落，大攻击，塞班开始狗屎要短刀一杀力，狗屎带不及飞动了塞班手中的利刃，塞班赤手空拳挡住了尖刀突袭，一把将对方甩开，就的是住小野塞班飞身上前，一记穿天火炮的5级脑震荡，塞班摆出反应过来的狗屎就是一记电炮，紧接着动拳突击，单手挑起眼前的小虾米，举起120斤的麒麟臂，啪就是一记夺命铁砂，这一重击下来呀，塞班5脏6腑都给串位了。就在裁判即将宣布狗屎胜利的时候，这个神一般的男人又苏醒过来，这一次他打算换种玩法，用擦脚布蒙住双眼，凭借听觉来感知对方。狗屎抡起拳击过来，拳击手打着塞班麒麟臂，高攻击啪一记香港脚，塞班瞬间被踹开2里地，随后扛着他来到水池边，一把将他扔了下去。狗屎将塞班按在水里，企图淹死塞班。塞班很快没了动静，一边的狗屎已经提前庆祝胜利了。这时一个鸡爪子从水里伸了出来，甩出手中的铁链子，把狗屎刚镶的金牙都打掉了一颗。这个打不死的男人再次站了起来，宛如战神附体，伤害值直接拉满，这就是一记电炮。还没等狗屎反应过来，又是2记耳刮子。此时的塞班强的可怕，可以精准的预判对方的动作。经过塞班一次又一次的重击后，狗屎失去了反击能力。只见最后塞班一个360度云顶翻踢，彻底送走了对手。至此搏击之王反击全篇结束。